感谢画画小盟主为婷之送来的10个嘉年华。这画画小盟主什么实力啊？每天都给婷之打赏上万起步。难怪他能稳坐婷之直播间榜1位。谢谢画画小盟主的支持。我也爱你，婷之。虽然我跟婷之在直播间是榜1跟主播的关系，但线下我们早已奔现成男女朋友，谈了3年的地下恋。终于完成了。欢迎画画小盟主，画画小盟主，你能在主播直播间停留片刻吗？让我为你跳支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能继续跳。这个主播好努力啊，给他送个礼物吧。感谢画画小盟主，画画小盟主，你是第一个在我直播间给我刷礼物的粉丝，我会继续努力的。后来我跟婷之线下奔现，他对我一见钟情，直白追求，我逐渐被他的真诚和努力打动。对啊，再过几天就是我跟婷之在一起的3周年，是时候带他见一见爸爸了。这身材摸起来肯定不错。感谢我丽丽姐为婷之送来的20个嘉年华，恭喜丽丽姐成为直播间榜1位。谢谢丽丽姐的支持。啊！家人们，今天是我们公司成立的5周年，我们特意为粉丝举办了一场回馈活动。什么活动？10分钟之内，谁是我们本场直播间的榜1，谁就有机会跟我们婷之进行线下浪漫晚餐。这个绝美丽丽是谁啊？不行，我得守护好婷之，不能让她把婷之带走。感谢画画连送3艘豪华游轮。这个画画谁啊？敢跟我争榜1？感谢我丽姐送来了8艘豪华游轮。为了婷之，今天这个榜1我坐定了。10分钟快到了，我们本场榜1位依旧是我们画画小盟主。该死的画画！行，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真正实力。我去，感谢我丽姐送来了100个嘉年华。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付款异常啊？怎么偏偏这个时候银行卡冻结了？时间到，恭喜丽丽姐成为了本场榜1。稍后婷之会在后台联系您。婷之，你别去，我很快给银行卡解冻，我会继续成为榜1的。啊！婷之怎么能把我拉黑？画画，丽丽姐是本场榜1，她要求拉黑你，我不能拒绝。放心，我就是跟她吃个饭而已，什么都不会做。哼，那好吧。不行，我得让我爸爸给我打点钱。一群废物！这个项目我投了3个亿，再亏损下去，一个个都给我卷铺盖滚蛋！哎，宝贝女儿，怎么了？爸爸，我的卡突然被冻结了。哎呦，爸这就叫人给你打5000万过去啊！谢谢爸爸。这施总还真出名了。可不嘛，施总夫人死得早，这些年呢，施总是又当爹又当妈，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
那就跟掌上明珠一样。对呀，这前段时间李总儿子对施总女儿出言不逊，施总不仅让他破产，还找人断了他儿子2条腿呢。天哪，那这小公主确实得罪不起啊。丽姐，施氏真的会收购我工作的直播公司吗？当然，我可是施氏高管。等收购完成了，我就提拔你做直播公司的副总。谢谢丽姐。奇怪，周婷芝怎么还不接电话？喂，婷芝啊，你就是画画小盟主吧？婷芝刚刚伺候我，睡着了。你，不可能！我跟婷芝都在一起3年了，不可能，不可能！还以为你有多厉害，没想到不到3天，你的榜一和男朋友就都成了我的。不行，明天我就要去他公司问清楚。他要是真敢出轨，我就让他把我给他的钱都还回来。李总，造型娱乐以后就靠您管理了。以后周婷芝就是造星娱乐的副总经理了。感谢丽姐栽培。哎，小姐，里面让他开会，您不能进去。我找周婷芝，让开。花花，你怎么来了？周婷芝，你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你就是在忙这个？怎么办呢？2个都是你的金主，该帮哪个？原来你就是画画小盟主啊！我昨晚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婷芝现在跟我。周婷芝，你还有没有良心？你忘了你还是个小主播的时候，那一场场比赛，那一场场 PK 是谁帮你打下来的？婷芝，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这种冲大头的女人我见多了，指不定她给你打赏的钱都是借来的。你少血口喷人了！是实话吗？欠我们的钱要是再不还，你就等着吃不了兜着走吧。不是，我都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欠你们钱的是我同学，不要再打给我了。看吧，婷芝，我就说这女人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借钱刷礼也配跟我争榜一。好啊，实话，你没钱装什么有钱人啊？你害得老子在你身上浪费了3年时间。他怎么姓施？看他穿的这么寒酸，肯定跟施总没有任何关系。周天志，你这个混蛋！你当初哄我刷礼物，给你打 PK 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态度。你竟然敢推我！血！我报警！实话，你可要想清楚了。丽姐可是施氏高管，你得罪不起。你是施氏高管？没错，我就是施氏的项目总监，也是施总亲自任命的造星总经理李丽。好，我记住了。那你就等着被开除吧。施氏绝对不会允许你这种品德败坏的人做高管的。哼！开
开除我？你一个穷酸臭丫头，拿什么开除我？那如果我说，施总就是我爸呢？什么？你个小贱丫头，脑子转得还挺快，敢装施总女儿压我！实话，你得认命。就算你再怎么不择手段，还是掩盖不住你身上的这股穷酸气。我穷酸？行，既然你觉得我穷酸，那我们就分手吧。但是，你得把我给你的1000万转账还给我。分手就分手，我之前不过就是跟你玩玩而已。我现在爱的人只有李姐一个。再说了，那些礼物是你自愿刷给我的，现在还想让我还钱，你也太天真了吧！你们无耻！我要报警，我要让警察给我主持公道！小贱人，还敢报警？你竟然敢打我！要是让我爸爸知道了，一定会开除你的。到时候我看你怎么拿施氏高管的身份狐假虎威。实话，你当我李丽在施氏当高管这些年是吃干饭的？你说施总是你爸，你有什么证据？对呀，实话，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你就是个冒牌货。这条项链是我18岁生日的时候，我爸爸专门请人从南美洲定制的宝石项链，全球仅此一条。李丽，你身为施氏高管，不可能不认识吧？怎么可能？这项链竟然真的和施总当年送他千金的项链一模一样。贱丫头，你为了糊弄我冒充施氏千金，还真是做足了功课。不过你以为拿条山寨项链我就会信吗？这真的是我爸爸送我的礼物，还给我！给我按住他！这条项链对我很重要，你还给我！重要怎么了？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看看，一条山寨项链就心疼成这样，还敢冒充施总女儿？李丽，我真的是施总的女儿，他一定会开除你的。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穷的连网债都还不上穷鬼的爹，你怎么开除？施总，接下来的行程您打算怎么安排？去新收购的直播公司考察一下。小丫头，可别说姐没给过你机会，只要你现在向我磕头，说你后悔跟我争榜一了，我可以考虑大发慈悲放过你。做梦！我就算是后悔，也是后悔给这个畜生刷礼物。小丫头，嘴还挺硬。李丽，周庭之可以为了钱对我甜言蜜语，难道你就不怕吗？如果有一天你也没有钱给他送礼物了，那他也会同样对待你。你胡说什么？丽丽姐可是我的真爱，为了她上刀山下火海，我都愿意。你一个穷酸丫头，也配跟我比？
李丽，我爸爸一定会让你后悔莫及的。贱丫头，你少吓我！施总要真是你爸，我就把我这颗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就是，你爸要是施总，我还全国首富呢。宝贝女儿，记得回家吃饭。爸爸让保姆买了好几个你爱吃的菜，晚上我亲自下厨给你做。施总，您这女儿可真好，有您这样的父亲，施小姐以后肯定会扶摇直上。那是自然，我把我女儿看得比我的命还重要。谁要是敢伤害她，我让她吃不了兜着走。怎么还不回我消息？打个电话看看。我爸爸给我打电话了，很快你们就会知道我是不是石世千金。哎，宝贝女儿，怎么不回爸爸消息啊？把手机还给我！贱丫头，我气儿都还没消，你以后给你搬救兵的机会。我的手机，你究竟想怎么样？哎呀，我这个包可是价值200多万，你的血弄脏了我的包，不赔钱，今天你就走不了。怎么给我挂了？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施总，您就放心吧。放眼江城，哪个不长眼的敢动您的宝贝千金？也对。还有多久到直播公司？还有30分钟。哎，对了，施总，需不需要提前告诉李总监您要去公司考察？不用。好的，施总。哎，施总，您这幅画是在哪儿买的？真是栩栩如生。这个是我女儿画的，她可是斩获过国内外大奖的最年轻天才画家。施总，您是全国首富，您女儿也这么厉害，真是虎父无犬子。你这是讹诈！讹你怎么了？谁叫你不知道天高地厚？这就是得罪我夏城。就是实话，你还不赶快识相点，赶紧赔钱！想得美！这200万，我1分都不会给，我就不相信这天底下还没有天理了！不赔钱是吧？保安叫进来！丽姐，你们2个把他给我按住！是。放开我！放开我！你们会为自己的无耻行为付出代价的！死丫头，死到临头了还嘴！停之，去把他右手给我背。好嘞，丽姐。不，你们不能动我的右手，还有画画呢！200万，我赔还不行吗？我赔给你们还不行吗？晚了。我爸真的是施总！如果你们废了我的手，你们一定会后悔的。你一个靠借网贷刷礼物的女屌丝，也配跟施世千金比？就是实话，你个穷鬼还想打肿脸充胖子，没钱还想让我叫你声宝宝。搞定，丽姐。不错，够听话，以后好处少不了你。我的手不能动了，我再也不能画画了。实话，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跟我争宝一，是你这辈子最错误的决定。施总，到了。怎么了？啊，施总，不好意思，前面没有停车位了，我们得去地下停车场。好。实话，
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比狗还惨。不如这样，你学2声狗叫给我听，我就放过你。不学的话，我可是施氏高管，有的是办法，让你今天走不出这扇门。实话，快叫啊！别让是丽姐不高兴了。叫啊！好啊，你想听，不如靠近点儿。你也配？实话，你好大的胆子，敢对丽姐动手！实话，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到底配不配。石总，请下车。好，现在就去公司。就这么让你死，未免太便宜。停止，开播！我要让直播间所有的观众都看看他现在这副惨样。这，丽姐，不太好吧？怎么，这个副总不想做？没，我立刻开播。周停止！哎，今天停止不直播跳小腿舞了吗？天哪，这女人是谁啊？怎么被打得这么惨？各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画画小萌鼠。我还以为她有多少实力。这就是你跟我争榜1的下场。你们在干什么？施总，不行，我才第1天接手这家直播公司，绝不能让施总看到我在公司打人。施总，您怎么突然来了？石总是来公司考察的。好的，施总，我这就带你去楼上查看这家公司今年的账目报表。救我！施总，您这边请。奇怪，我刚才好像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啊，施总，您是不是听错了？闭嘴！再喊我要了你的命！救我！可能是我听错了。我这就带你去楼上看报表。救我！有人吗？来人！你来救救我！李烈，周停止！今天这份屈辱，我让你们百倍奉还！施总，你赶紧过去看看大小姐吧，她……花花怎么了？快过去看看！花花。
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把我的宝贝女儿伤成这样？爸爸，这次的事你能不能不管？这个仇我要亲手讨回来。花花是我施家的未来继承人，我也是时候试着放手，让他自己掌握全局了。爸爸尊重你的意见，但如果你解决不了，一定要告诉爸。爸爸一定把他们碎尸万段。谢谢爸。对了，爸爸，我听说你最近收购了造星娱乐，我最近对直播很感兴趣，你能把它交给我打理吗？当然没问题了，别说一间小公司了，将来爸的一切都是你的。谢谢爸爸。施总，公司项目突然出现问题，急需您去处理。那爸先走了。大小姐，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施总，是谁伤了你啊？那样做太便宜他们。我要像猫抓老鼠一样，把他们几个慢慢捏死在手心里。喂，爸爸。花花，你今天不是去接手造星娱乐吗？爸特意调来了集团内实力最不容小觑的员工给你当助理，有他帮你爸就放心了。谢谢爸爸。谢总，你可是谢氏继承人，怎么能跑去给人家当助理？比起继承谢氏，我有更加想守护的人。我是施总派来协助你的助理谢之许。哈佛毕业，曾为施氏创造了上亿业绩。谢之许，你这样的人怎么会甘心在我身边当个助理啊？打吧！有自闭症的谢家太子爷怎么打也打不哭，可真好玩。你们住手！你们这些坏孩子，要是再欺负他，信不信我告诉我爸？江城谁不知道，大小姐是施总最疼爱的女儿，能来到您身边做助理，对我来说也是种造化。今天我们开会主要讲2件事：第一，我们公司即日起归您施氏所有；第二，这位是我们新任总经理李丽，李总。我作为施氏专门调任来管理造星的总经理，一定会带领公司走向辉煌的。谁说施氏派来管理造星娱乐的总经理是你？怎么是你？实话，上次算你好运让你逃了，没想到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我凭什么不敢？实话，你刚刚说丽姐不是总经理，怎么？难道你是？当然是我。
这是我的任命书，从今天开始，这家公司我说了算。丽姐，这好像真是施总的公章。搞那么隆重，感情他不是总经理。谁说不是呢？不可能，这一定是假的。实话，之前你冒充施氏千金也就算了，这次竟然也敢伪造我们施总的调任书。我就说嘛，实话，你一个冒充富家千金的女骗子，施氏怎么可能派你到造星来当总经理啊？没错，恐怕连你身上这身衣服都是网贷借来的吧？哼，山鸡就是山鸡，穿上金装就变成凤凰。你胡说什么？大小姐就是施总派来接手造星娱乐的。哼，实话，没想到你为了冒充施氏千金，竟然还请了这么帅的男人，花了不少钱吧？我说，帅哥，你不如跟了我吧。施话给了你多少钱演戏，我出10倍。李丽，身为造星娱乐新任的总经理，我有权利提醒你，这里是公司，是大家工作的地方，不是你的后宫。不是你的后宫。实话，你冒充我总经理的身份就算了，竟然还敢打我！你一起上，我今天非扒了这个贱人的皮！好了，丽姐，实话，我看你这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投。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投。看什么呢？还不上！这群废物！实话，这可是施氏的地盘，你敢在这儿动手，后果你承担得起吗？丽姐，大小姐，她在。安保部经理呢？快给我召集人手，把这个贱女人还有不知道哪来的野男人给我赶出去！哦，对，等我安保部门来了人之后，肯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啊！实话，把脚抬起来。抬脚？周婷之，那天你用烟灰缸砸我手的时候，我那样求你，你可没有高抬贵手的意思。丽姐，救我！安保部电话打不通啊！我来。安保部现在听我的。再说了，你想知道我是不是新任命的总经理，打个电话给施氏，不就都知道了？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喂，小吴，马上给我查一下内部员工表，我要知道施总到底任命谁来当总经理。实话，你等着看吧，看我如何打脸你的冒牌货身份。稍等，李总监。实话，你可别怪姐姐没提醒你。要是你现在跪下给我磕2个头，我说不定还发善心，不把你送公安局。结果都还没出来，着什么急啊？李总监，表单显示施总安排到造星出任总经理的不是您，而是一个叫施话的女人。什么？这怎么可能？要是施话是总经理，我不等于放错金主了吗？李丽，如果现在你跪下来给我磕2个响头，那么我也不会原谅你。好啊，贱人敢耍我！
李丽，我现在才是造星新上任的总经理，你的顶头上司，你怎么敢对我动手？各位，作为新上任的总经理，我现在正式宣布，革除李丽和周婷芝的职位，调任两人做清洁工、打扫厕所。什么？实话，我可是施氏高管，竟然叫我去扫厕所！就是啊，凭你们两个人的人品，我让你们去打扫厕所，已经是大发慈悲了。实话，你真以为你找个黑客到施氏内部员工表动手脚，我就会被你唬住？我告诉你，我吃过的盐可比你吃过的米还要多。信不信由你。当然了，你们如果不想去打扫厕所，那就滚出施氏。丽姐，这个实话说的不会是真的吧？怎么可能？王经理，把造星近5年的财务表和合作方案拿到办公室去。怎么，你也想和他们一起滚？不，我立刻进来。我才是施总任命的总经理，该滚的应该是你这个不要脸的冒牌货！放开我！有我在，你就别再想欺负大小姐了。李丽，既然你这么肯定造星总经理的位置是施总给你的，那你怎么不打电话问问他？打就打！你们给我等着！施总可是最宠他女儿，要是让他知道你冒充他的女儿，还在施氏旗下公司闹事，绝不会放过你。好，那我们拭目以待吧。这个项目啊，是我们今年的重点项目，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职责落实到实处，任何细节都不能忽视，包括你们的接待工作一定要落实。怎么没人接啊？财务报表和方案文件都在这儿。你一个不要脸的冒牌货，有什么资格动我们公司的文件？就是，这可是我们公司机密，如果泄露了，你承担不起。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种贪婪不止、不忠不义的畜生。周婷芝，这3年我给你私下转账近1000万，如果你把它还回来，我可以考虑饶了你。天哪，这个叫施华的直播间给周婷芝刷那么多天价礼物就算了，私底下竟然还这么大方。施华，原来你今天带着这个野男人来公司闹事，就是为了要钱啊！哈，我明白了，婷芝为了我把你甩了，你面子上过不去。可你自愿转过去的钱再要回来，未免也太小家子气了吧？就是，实话，反正你蠢得像头猪一样，就算我不骗你，也会有其他男人骗你。行，周婷芝，既然你不想还钱，那我只能通报集团，让你滚出施氏。实话，你真以为你是施氏千金，有能力开除员工？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田主管，将周婷芝逐出施氏。实话，你装的挺像的，号码都没拨吧？现宣布总部最新下达消息：施氏旗下子公司造星娱乐员工周婷芝因不敬领导，现作出开除处理。周主播真被大群通报开除了？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不敬领导？难道你真是？难道你真是？怎么样，员工报表你们可以污蔑我找黑客，现在通报总做不了假了吧？
丽姐，你当初不是答应过人家要我做造星的副总吗？这会儿你可不能不帮我啊！啊！放心，你是我的人，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实话，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诗事内部的消息？感情你是勾搭上了负责员工调动的田主管啊！李丽，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大小姐岂是你能污蔑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田主管可是老婆儿子都有，你为了勾搭他，竟然去当小三！李总在诗事工作多年，他说的话肯定不会有假。没想到小姑娘这么漂亮，私底下竟然这么不要脸，还好意思冒充咱们造星娱乐的总经理，差点不上当了。各位，你们愿意跟一个不要脸的小三在一个公司吗？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那大家就一起合力把这个恬不知耻的小三赶出公司，来正一下咱们公司的风气。好啊，都听丽姐的，把小三儿赶出公司！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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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公司！这是我的工牌，上面有施氏集团总裁的专属金印。你们陪着他们两个闹，就不怕被连累一起开除吗？你们应该知道，一旦被施氏开除，那么在江城内将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敢要你们。实话公牌上金印好像是真的，难不成他真是施氏调过来的总经理啊？要是这样，我们得罪他岂不是要喝西北风啊？一群废物！实话，你真以为让田主管给你伪造一个施氏工牌，就能抢了我的总经理位置吗？再闹也要有限度。你要是再敢记起得罪丽姐，你就不怕丽姐上报集团，让你和你傍的那个老男人都没好果子吃吗？哼，那你们快点上报，看看到时候倒霉的是谁！你，哎，奇怪，李丽怎么给我打电话？太好了，施总给我回电话了，看我怎么揭穿你！喂，施总，施总，您可是不知道，这儿来了一个叫施化的，非说是您派遣他到造星当总经理，您可得好好教训教训。对，他就是我新任命的总经理，你们公司所有人都必须听他的。什么？这不可能！原来施化真的是我们造星的总经理啊！看施化跟丽姐那势同水火的样子，恐怕我们造星的天要变了。施化竟然才是真的总经理，那我岂不是押错宝了？怎么，对我的任命不满意吗？别忘了，你手里可是有个亏了几千万的项目，你现在要做的是全力抢救这个项目。施总，国外来的合作商已经在会客厅了。不是，可是施总，这个施化他胆大包天，还说他是您女。施总，喂，李大总监，你现在总该相信了吧？施化，你勾搭田主管就算了，竟然连施总都被你蒙蔽了。你有什么能力当造星总经理？我有什么能力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们想继续留在施氏，那就换上这几套保洁服，去打扫厕所。什么？我可是施氏高管，是施总的得力助手，你竟然真的让我去当清洁工？就是，我可是造星的金牌男主播，你竟敢让我打扫厕所！我劝你，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们也好意思跟我说做人留一线？那天就是在这栋大楼里，你们欺辱我的时候，可没有给我留一线。对了，还有你周庭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在刚刚，你已经被赶出诗室了。如果你不想打扫厕所，那就自己滚出造星。施总，那天的事情，就算我跟婷芝对不起你，你也别计较太多了。李大总监，多轻巧的不计较，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们毁了我的手，再也不能画画了。施总，这件事也不能全怪我跟婷芝，你冒充施总女儿也有错呀。就算你傍上老男人翻了身，你也应该讲道理啊！你胡说什么？我们大小姐就是名副其实施总的女儿。怎么样，换不换？如果不换的话，现在我就让人把你们赶出诗室。算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就不信我还斗不过一个小丫头片子。我画还不行吗？丽姐，给我闭嘴！如果真的被诗室开除了，就永远不能直播了。这个新来的总经理真的好厉害，竟然真的让丽姐去当清洁工了。活该，让他们欺负人。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扫个干净厕所。王经理，玻璃擦干净一点。周婷芝，你要是站着擦不明白地，也可以跪着擦。不好意思啊，李总监，我真是太不小心了。那就麻烦李总监重新扫一遍吧。对了，李总监，厕所打扫干净了吗？扫干净了。那就好，毕竟厕所扫干净了，员工的心情才会愉悦。李总监，以你的人品和能力，也就只能做这些了。不行，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就是啊，丽姐，我可是金牌男主播，一场直播流水就1000万，怎么能过这种擦地看别人白眼的日子？那个谁，厕所香薰没了，快去换！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可别忘了，你以前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哟，周天之，你还以为自己能和以前比啊？换不换？不换，我告诉总经理去。哎，我换。丽姐，你得想想办法呀。是啊，丽姐，我好歹是个经理，以前都是我管员工，现在倒让他们踩在我头上了。我有办法对付石。什么办法？还是丽姐主意好。实话，等着吧，你得意的日子就要过到头了。谢之雪，你看，这份最新签订的收购协议有问题。这上面明明标注了收购的价格是8000万，可是你看这儿，这个报表显示同一时间的入账
只有6000万。大小姐，很明显，中间亏空这2000万，是有人中饱私囊。那你觉得会是谁呢？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3个进来干什么？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让直播间的家人们看清楚画画小盟主真面目。哎，有瓜吃！主播快说说，这个画画小盟主有什么真面目？这不是这段时间很火的男主播周婷之吗？他怎么穿清洁工衣服啊 ？cosplay 吗？家人们，我现在这副样子，都是他施画害的。他背叛了我，好在有我们丽姐帮我们出头。不过，没想到的是，他怀恨在心，傍上了诗事高管，让我当保洁也就算了，还逼我喝他的马桶水。就是这个女人！周婷之，你胡说什么？这个诗画还要不要脸？出轨还有理了？心疼婷之，主播舞跳得那么好，怎么能当清洁工啊？主播别气，这么恶毒的女人，诅咒她出门被车撞死。丽姐，还是你这招高，现在舆论都站在咱们这边了。当然，我倒是要看看最后闹起来，施总看到了热搜，施画这个被包养的贱货，还能不能在总经理的位置上坐下去？周婷之，你说我出轨逼你喝马桶水，你有证据吗？你都傍上老男人翻身做主了，我能有什么证据？不过可怜了我们无辜的丽姐，为了帮我出头，被我连累。现在能帮我做主的，只有直播间的家人们了。周婷之，李丽，我本来不想赶尽杀绝的，是你们逼我走到这一步的。谢志雪，帮我把手机抢过来。是，大小姐。谢志雪，你也是个男人，实话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能不能有点原则？大小姐就是我的原则。诗画，你究竟想干什么？别着急啊，李总监，好戏马上就开始了。直播间的各位好啊，我就是画画小盟主，也是周婷之的前任榜一。哎，出轨女让人恶心，还好意思给我们打招呼？我跟周婷之呢，确实是因为出轨分的手，但出轨的人可不是我，而是周婷之。师傅，你少倒打一耙，明明是你不甘寂寞，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3年呢，我在直播间里刷了近100万的礼物，我相信直播间的各位都是有目共睹的。况且，我给他私下转账也有1000万。天哪，赚这么多钱！各位是很奇怪，画画小盟主可是婷之直播间多年榜一，绝美丽丽好像才刚进直播间，婷之怎么跟她感情那么好？说起来，画画小盟主跟周婷之感情变化，好像就是上次她在榜一之争中输给了绝美丽丽。实话，明明是你出轨当了诗事高层小三儿，你扯这些干什么？说我出轨，那你有证据吗？你们没有啊，我有。这原来周婷之真的在绝美丽丽夺得榜一的那天就跟他出轨睡了。周婷之也太无耻了吧！心疼画画小盟主，这3年几乎每一次周婷之开播，画画小盟主都在，他竟然还出轨！大家别理他，这个诗画
以前根本就是借钱在停止直播间打肿脸充胖子。他还特别虚荣，经常在外面不要脸，自称自己是江城首富施总的女儿。对，而且真的是他背叛我，当了别人小三儿。证据呢？拿出来啊！证据？主播证据拿不出来，等同实锤了吧？取关取关。周庭之，没想到你也是个出轨男，我要送你取关举报一条龙。实话，你害我掉粉100万，你现在满意了？周庭之，我警告你，对大小姐说话放客气点。我当然不满意。什么？我已经找律师以诈骗罪起诉你，相信你很快就会收到法院的传票。这3年里，我给你的每一笔钱，你都让我一分不剩的全吐出来。实话，我都没计较你装富豪、刷礼物骗我跟你交往，你怎么能一点人情都不讲呢？情面，情面是跟人讲的，和你们这种畜生谈不着啊。实话，你得意什么？你还不知道吧？咱们施总平时最恨小三了，他要是知道你跟田主管那些事，肯定会把你开除的。哦，不过你也知道，我一向大方，要是你愿意跪下来，把我的鞋擦干净，再把总经理的位置让出来，我就不告诉施总了，怎么样？是吗？施华，李丽，你还不明白吗？施化就是施氏集团大小姐，她根本用不着傍什么大款，她爸就是施剑守。施华，这个谢之许，该不会跟周庭之一样，都是被你装阔骗了吧？就你不放弃自己，你也配？是，实话，施总的女儿身家高贵，是你这种天天被高利贷催债打电话的虚荣女人能比的吗？你们爱信不信，倒是你们3个不好好工作，反在这里构陷上司，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我的公司！实话，我可是施氏高管，开除我也得施总批准。你一个被包养的小三，有什么资格？小心！谢之许，你没事吧？李丽，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了，施总就是我的父亲，我身为他唯一的女儿，开除一个小小的总管，你觉得他会不同意吗？施华，你有幻想症吧？还施总女儿，要是施总听了，还不把你放海里喂鱼？你都穷到借高利贷了，还想冒充施总的女儿，欺身上流，你脸皮可真厚。你们还真是死不悔改。谢之许，把他们给我赶出去。是，大小姐。实话，你别以为自己靠着爬上老男人的床当了总经理，就可以在造型之手遮天了。以色示人，长不了。李总监，你嘴还真臭啊！我给你洗洗。放开我！该死的实话，你干什么？由不得你！哎，实话，给我放开丽姐！放开我！周庭之，大小姐想做的事，任何人都做不到。实话，你究竟想干什么？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葬身之地。李丽，这里有一份文件，你最好好好看看，再说大话。这里面是你利用职务之便，多年来挪用诗1亿公款，用来打赏各个男主播的证据。天哪，1亿！就算李丽是这高管，她胆子也太大了吧？你手里怎么会有这些资料？当然是来公司之前就查了。李丽，多行不义必自毙。谢志许，报警，我要让他牢底坐穿。是，大小姐。实话，不，总经理，求你不要报警，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了。这1亿公款，我会想办法补上的。李丽给我刷的礼物竟然是挪用公款的，看来我真是押错宝了。1亿，你拿什么赔？我劝你，还是在牢里待一辈子，用来反省你的罪过吧。报警。不，总经理，我知道错了，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不是喜欢周天之吗？我把他让给你，求求你不要揭发我。花花，我之前之所以对你那么无情，都是因为李丽这个老女人，她逼我的。周天之，你之前刷我卡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花花，你可千万不要听这个老女人胡说，我的心里自始至终全部都是你。周婷之，我可没有回收垃圾的爱好。实话，你李丽，想让我放过你？好啊。只要你当着周婷之直播间几10万粉丝的面，1五1十的承认你的罪行。不愿意啊？那就别怪我没给你机会。不，实话，只要你放我一马，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都是我的错，是我不该明知道周婷之和石化已经在一起3年，还跟周婷之上床，发短信挑衅石化。是我不该在石化来到直播公司想要跟周婷之说清楚的时候，还一直计较当时跟石化在直播间的榜1之争，和周婷之还有王经理一起毒打石化，还把虐待他的全程直播。只求花花小盟主不计前嫌，原谅我这一次。我就说这个绝美丽丽跟周婷之看起来就是狼狈为奸的料。对啊，周婷之刚刚还在那儿说自己没有出轨，说的情真意切，我差点就相信你了，没想到自己傍父婆，把脏水都泼到人家小姑娘头上了。抵制劣迹主播，人人有责。大家取关取关。完了，这下全完了。实话，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你现在可以原谅我了吗？你快把证据给我，我真的不想坐牢了。我什么时候说你道了歉，我就会原谅你了？实话，所以你刚刚都是在耍我。对啊，不好玩吗？李丽，周婷之，像你们这样的人渣，根本就不值得被原谅。是我该死的贱人，我今天非要跟你同归于尽。李丽，就凭你，还没有跟我同归于尽的资格。是我，你别以为你拿着这些东西去搞混，就能扳倒我。
知道吧？不知道什么？我们施总可是出了名的护短，再加上我在施氏10几年的工龄，你以为你拿着这些证据到他面前，他就会相信你？异想天开。再加上你一个靠着勾搭施氏高管上位的小三，他就算开除，也只会是开除你。那，你看看这个呢？实话，你 P 个和施总的假合照，又想说自己是施总女儿？对呀，花花，你装富家千金骗我都不跟你计较，可施总不一样，他可是全国首富，还是出了名的女儿奴，你敢冒充他的女儿，你哪来的胆子？我说你们2个，还真是蠢得无可救药啊！施总，这个项目暂时告一段落。下午还有什么安排吗？暂时还没有。既然如此，那就去造星，看看画画在造星的工作是否顺利。备车，我要去造星视察。是。实话，你完了！施总马上要来造星视察，等他发现你冒充他女儿的名义招摇撞骗，连同你那个老男人的身份，绝不会有好果子吃。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等施总来了，绝对不会放过施华，到时候造星肯定还是丽姐说了算。丽姐，滚开！刚刚不还说我是老女人吗？哎呀，丽姐，我刚才跟施华说那些，就是为了想先哄好他，再来帮你啊。丽姐，我的心里可只有你。行吧，看在你一片真心的份上，下不为例。施总要来了，怎么看施华这个总经理的位置还没坐热就要倒台了？就是，要是施华真是施总的女儿，那他直接去总公司当总经理就可以了，他来咱们子公司干什么呀？施华，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上一个得罪施总女儿的人腿都被打断了。要是你现在跪下向我求情，说不定我就到施总面前给你求求情，怎么样？丽丽，你也别太自信了，毕竟等会儿谁倒霉还说不准呢。我看你是死到临头嘴硬，害我直播间被封禁。等施总来了，我跟丽姐就让你跟你们的男助理也尝尝扫厕所的滋味儿。花花，爸爸还有5分钟就到你公司了。这，施华爸爸的声音怎么和施总那么像？好的，爸爸。毕竟造星的全体员工都很想见你呢。施华，你少在这装模作样。我跟你在一起3年多，你可从来没提起过你自己和施氏有什么关系。死丫头，你给我等着，等到施总来了，我一定狠狠告上你的状，让你求生不得，求不能。你们这种人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而且我爸最恨的就是监守自盗之人。正好，等一会儿等他来了，我就把这份文件拿给他，到时候生不如死的人肯定是你。大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小贱人，这下你没证据了。李丽，你在施氏当了这么多年的高管，难道忘了所有的文件
都有电子备份。你们两个还在等什么？把这个小贱兽给我抢过来！做梦！你们在干什么？施总，您可算来了。这儿有个小三，勾搭上了施氏高管，还冒充您的千金在这闹事。我们实在看不过去，说了他几句，他就把我们打成了这样。啊！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冒充我女儿。施总看起来很生气啊，这下施华要惨了。听说得罪施总女儿的人，施总会让他在江城待不下去。他就在这儿，施总，你一定要好好收拾收拾他。画画，怎么是你啊？施总，你认识他？胡说八道什么呢？画画是我唯一的女儿。什么？该死！我竟然为了李丽这个老女人，丢了给施氏千金当男朋友的机会。爸爸，你终于来了！你都不知道，你要是再不来，你们家宝贝女儿就要被某些人给冤枉死了。李总监，谁给你的胆子，污蔑我女儿是小三？施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之前也没见过您的千金，而且他突然空降公司就当了总经理，我难免会以为他是做关系啊。所以你就随口造我女儿的黄谣吗？画画是我唯一的女儿，将来整个施氏集团都是她的。她需要走什么关系？施总，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求您原谅我吧。李大总监，那你之前联合周庭之将我打成重伤，也不是故意的。我女儿原来是你打伤的！施总，求您放开我！李丽，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平时我都不舍得碰她一个手指头，你竟然把她打成重伤！有这个小白脸儿！施总，我真不是故意的，都是李丽这个老女人，是她逼我的。对啊，施总，李总监说的是施氏高管，我不听他的，他就要开除我，我也没办法呀。你们这群墙头草，都说是我逼的，可是他说话的时候，你们难道没想死守吗？说什么？来人！三个哪只手动的我女儿，就废了他们哪只手。是。施总，我知道错了，求您原谅我吧。啊，对啊，施总，只要您别废了我这双手，让我给施华做牛做马，我都行。啊，对啊，施总，都是李丽逼我的，求您饶了我们，求您了。这就是你们伤害我女儿要付出的代价。住手！花花，这事儿你别管，他们敢伤害你，一定要替你出了这口气。爸，我也不想管，但现在毕竟是在公司啊，而且我已经查到了李丽这些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的1个亿公款，打赏给各个男主播之间的证据，到时候把他送进牢里，也有他好果子吃。这是证据。李丽，让我念你在公司效劳10几年，对你不薄。今天要不是我女儿，不知道我施氏集团有你这样的蛀虫。对不起，施总，我不是故意的，那1个亿我一定会还清的。罢了，将听画画的报警处理，把他们3个送到牢里，让他们好好反省反省。
小姐，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您的爸爸，要不然借我1万个胆子，我也不敢对您动手啊！是啊，花花，你要是早告诉我你是施氏千金的话，我肯定跟你至死不渝的呀。合着你们的意思，如果我不是施氏的千金，就活该被你们欺辱，被你们打了是吗？不是这样的，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看在我们交往3年的情分上，你帮我求求你爸爸啊！你不是最喜欢看我跳舞吗？我现在就跳给你看啊！不可能，我们的情谊，在你背叛我、傍上李丽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不，实话，我不相信你对我如此无情啊，花花。周庭之，有我在，你就别再想靠近大小姐了。把他们3个送到警察局，我会让施氏集团的法务团队出动，起诉他们。糟了，听说施氏集团的法务团起诉就没败过，这下全完了。我不要走，求求你们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不走，放开我！花花，请你再给我一次爱你的机会啊！还不赶快带走！施总，都是你逼我的。李丽，事到如今都是你自己作茧自缚，你有什么资格怪到我爸爸头上？世华，别以为你是施总女儿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让你爸送我去坐牢，恐怕你爸会陪我一起牢底坐穿。什么？李丽这什么意思？难道他手里还有施总的把柄？这怎么可能？李丽她就是一个小主管，怎么可能对付得了施总？李丽，这话什么意思？施总，我的意思，你看看我发给你的东西就知道了。你竟然敢在90的项目动手脚，购买劣质钢材，用在大楼的承重上！你疯了！你怎么敢？你就不怕大楼承重不达标塌了？实话，你少在这兴师问罪了。你看清楚点，那份文档上盖的可是你爸的公章，违规购买劣质钢材的可是他。这是爸爸的公章，所以这大楼承重墙位置用劣质钢材是施总的授意，简直草菅人命。我看就应该报警抓了这个黑心商人。李丽，血口喷人！施总，你就别装了，90项目可是公办投资。如果我把这些罪证拿到建筑监督局去举报，对你对整个施氏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吧？实话，没想到这么快你就从施氏大小姐沦落为贪污犯的女人。不过呢，你要是愿意向我求饶的话，说不定到时候你成为过街老鼠的时候，我还能赏你口饭吃。周庭之，你说话大胆点，放客气点。就凭你也敢设计我？说，背后指使你的人到底是谁？是我。何伯伯，怎么是你呢？何总，您总算来了，要不然我一个人势单力薄，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何金，没错，就是我。老师啊，你糊涂啊！你怎么能因为贪钱干这种害人的事儿呢？要不是李丽半个月前告诉我这个事儿，我到现在还看不清你这魔鬼的真面目。何金，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我怎么可能因为钱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是啊，何伯伯，你可是我爸爸的好兄弟，你可不能听别人随意的诬陷啊！诬陷？实话，李丽手上拿的可是你爸贪污的铁证，怎么那是诬陷呢？就是，我明白了，
难怪我的助理告诉我，最近李丽和你走得很近。原来，这就是你们打的主意。施总，你可不能因为自己贪污犯罪被发现了，就把脏水泼到我们何总身上呀。就是，施氏集团明明是我和你一起创立的，这么多年，坐在总裁办公室上发号施令的一直是你，现在该轮到我了。实话，你爸落到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你毁了我直播间的报应。你，何总，虽然我的直播间被施华给搞封了，但是我的其他账号在网络上还有5000万粉丝。你要是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您就直说，我保证让施总跟他女儿身败名裂。你，哎，你干什么？我告诉你，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何况我现在可是何总的人。就是，石太清，是时候该轮到你的人向我的人低头了。废话少说，你费尽心思陷害我，到底想要什么？我要你把施氏集团的股权资产全部转让到我的名下。什么？施氏集团是我一生的心血，不可能把它交给你。何伯伯，你跟我爸20多年的兄弟，你怎么能为了这点权利，就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来陷害他？什么叫陷害？是他不讲情面。什么意思？实话，本来我是想让我儿子上门提亲娶你，没想到这么多年的兄弟，连这个面子都不给我，直接拒绝提亲。这，老何，你别做梦了！你儿子上周还因为调戏女孩蹲了局子，这种垃圾也想娶我的花花？太清你，施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如果你当初把施华嫁给何少，或许何少就不会坐牢了呢。对呀，何总，我看啊，施总就是嘴上把您当兄弟，实则完全瞧不起您，不然也不会不把他的女儿嫁给您儿子，害得您儿子留了案底。石太清，就是因为你拒绝提亲，导致我儿子坐牢的。施氏集团，就是你该给我们何家的补偿。何伯伯，你脑子没问题吧？明明是你儿子做了恶事，接受了法律的制裁，你怎么能有脸把这种事情怪到我爸爸头上？我看，你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实话，你少说废话。石太清，你立刻在这股权书上签字，否则的话，别怪我不讲情面。我没做过的事情，我是不会承认的，更别提为了保全自己，把施氏集团交到你这种小人的手上。施总，你都好意思为了赚黑心钱违规购买废弃钢料，还在这狡辩？大家说说，这样的人还怎么领导我们施氏集团？就是啊，等一会儿施总要是被监管部门抓进去了，可别连累了我们。就是，我们可是清清白白赚钱的。李丽，你口口声声说我爸赚黑心钱，你不还是挪用公司公款？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你不知道还要挪多少钱去打赏给那些男主播呢。实话，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可是有何总护着，你手中那些材料跟废纸也没什么区别。李丽，你大小姐冷静，不要被他激怒。怎么样，老师？这个股权转移协议，你是签还是不签呢？石总，你浸染商场多年，应该知道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吧？不可能！石太清，你可要想清楚了。你要是不签的话，我就让李丽举报你。到时候你不但被抓，你的女儿也失去了庇护，
有一个大小姐，就变成了没爹没妈的过街老鼠。何金，你，我劝你还是赶快签字，否则的话，我就不念旧情了。何伯伯，你以为你让李丽去举报我爸爸，你就会得到想要的一切吗？实话，这是什么意思？实话，这是什么意思？你恐怕还不知道，半个月前，我爸爸的集团虽然买到了那批劣质钢材，但是我爸爸早就发现，所以早就让人把那批钢材给销毁了。这就是销毁文件，里面标明了销毁的时间和地点。这真是失事的销毁单。石太强，既然你已经销毁了材料，为什么不早说？老何，早在我女儿查到了李丽挪用1亿公款的时候，我就猜到施氏集团内部一定有比他更大的主子。我不和画画演好这出戏，怎么引得你露出马脚啊？手痛！老何，看在这么多年兄弟的份上，我给你一次机会，回头是岸。石太强，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什么意思？既然你能查出那批劣质材料，难道我就不能做出一个假的销毁单吗？哼，那批劣质材料已经用在了大楼的承重墙上啊！什么？你为了设计陷害我，竟然做出这种事情，你的良心被狗吃了！我就讨厌你这种满口仁义道德的样子。实话告诉你，我已经让监管部门去90工地检查去了，到时候查出问题来，实话，你跟你爸都完。90项目可是公办项目啊，要真查出问题了，施总不是马上就要被带进去了？天哪，施总还在等什么呀？怎么还不签股份转让协议啊？这是想让自己的女儿也身无分文、无依无靠吗？好啊，实话，你刚不还挺得意的吗？待会儿你在我面前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不配。开直播，欢迎各位宝宝来到我另外一个账号。今天我就用这个账号来揭露施氏妇女多年来为多赚些黑心钱是如何草菅人命的。周庭之，人在做天在看，你就不怕报应吗？你少在这摆高高在上的大小姐谱了。各位，今天我就在直播间实名举报施氏妇女贪污公办项目、购买廉价钢材罪。不是吧？没想到施氏集团造大楼，承重柱竟然用的这么差的钢筋材料，这不摆明是把我们底层人的命不当回事吗？要不是主播正义，我们估计还不知道施总还有他女儿的真面目。主播正义，注意人身安全，千万别被黑心商人打倒。我刷个火箭支持一下。哎，感谢我大哥送的10个火箭。诬陷我可以，不允许诬陷我女儿。大，让他们闹，闹得越大越好。各位直播间的宝宝们，其实我和丽姐才是真爱。之前之所以接近施化，也是为了配合调查施氏妇女贪污公办项目案。对，且他还利用权力逼迫我们在直播间承认停职出轨，我是小三，要不然
他就让我们在牢里死掉。太可恶了！这个叫诗画的还有没有王法？这俩妇女自己住着豪华别墅，却给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修这么差劲的房子，祝他出门被车撞死。石总，不好了，网民都在抵制您，说您不配当实施总裁，要您让位。怎么办，石总？不能让他们再这么造谣下去了。史太清，大众现在都站在我这边，只要你跪下来啊，朝我求饶，说你错了，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你。爸爸，交给我。何伯伯，你话说的这么满，希望你待会儿不要后悔。毕竟待会儿如果你求饶，我跟我爸爸也不会饶了你。实话，你诗画，快把手机还给我！这个诗画还敢露面？好你个画画小盟主，给停之哥哥刷礼物当榜一，感情都不是从正道来的。我呸！你们父女俩连城政处里面钢筋的钱都敢看，还有没有把我们大家的命当回事？这黑心妇女没商量。各位，我身为施氏集团创始人的女儿，今天敢站在直播间里，就是做好了承受一切污蔑的准备。实话，你还真是满口谎言。你说是污蔑就是污蔑了？当然，因为就凭这份材料单上的公章，根本就不是我爸爸盖的。实话，你还真是年轻。你说这张不是你爸盖的，就不是你爸盖的了。对啊，这些有钱人嘴里还真是没一句真话。孰是孰非，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就知道了。这是李丽在设计陷害我爸爸时，我吩咐人从我父亲的办公室里拷贝出来的视频。监控明确表示，这份伪造的单据全是李丽设计陷害的。视频里的还真是绝美丽丽啊，这鬼鬼祟祟的样子不就是陷害吗？我的天哪，这个绝美丽丽竟然用危害整栋楼住客的安全来陷害施总，简直就是毒妇。绝美丽丽，你一定会遭雷劈的。不可能，监控我明明删了。丽姐，你胡说什么呢？这可是在直播间啊！李丽，你还真是不打自招。如果不是你设计陷害的，你为什么又要心虚的要删视频呢？这视频一定是合成的，大家别信他。合成的，好啊，那我们让警察找人鉴定一下，不就知道了？不行，不能报警。这个绝美丽丽竟然害怕报警，我就说她心里有鬼。同意，周婷之老是跟这个丽丽扯在一起，他俩肯定是一伙的，还好意思说自己接近诗画是为了调查真相。不，你们别听诗画瞎说，你们可都是我直播间的各位宝宝啊，我怎么可能骗你们？嘿，谁是你宝宝？主播千万，我们不喜欢就换。花花小盟主，这对狗男女一而再再而三诬陷你，要不要我们替你报警？快把直播关了！好。是我，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过不去？丽丽，你侮辱我，设计陷害我父亲，现在反倒说我跟你过不去，你还真会倒打一耙。好，我知道了。施总，不好了，工地上来人说，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已经到达90大楼楼下开始检查了。监管部门竟然真的被何总叫来了。我看这下施总肯定斗不过何总了。史太清，等到监管部门检查大楼的承重墙后，不管你到底审没审批那批劣质的钢材，你都永无翻身之地。老何，你不会以为这样就能把施氏集团据为己有了吧？我说史太清，你都快要玩完了，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施总，这历史向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这场斗争最终的赢家只会是我们何总。就是，李丽、周清之，你们可是可造之材。等施氏改名为何氏，我就把这个直播公司交给你来管理。谢谢何总。完蛋了，我看呢，这施氏的天要变了。
大小姐都让他俩去当清洁工了，他俩是上位，大小姐肯定吃不了兜着走。阿和，我劝你别高兴得太早。史太清，这话是什么意思？何总，监管部门已经检查完九林大楼的承重墙了，并给出了结果。检查什么结果？结果是什么？快说呀！对啊，你别磨叽啊！结果表明，九林大楼承重墙的钢筋符合国家标准，并无违规。什么？何金，你跟我认识这么久，难道不知道每次项目动工前，为保不出错，我都会派人检查一遍重要材料吗？所以你为了陷害我买的那批劣质钢筋，我早就让人替换销毁了。监管部门说没有问题，那不就代表施总没事了？我看这个李丽和周婷之这仨又站错队了，这下他们可要倒大霉了。唉，也不知道大小姐和施总会怎么处置他们。糟了，这个何总不会真的要倒台了吧？既然你早知道这批劣质材料的存在，你为什么一早不提出来？因为如果我爸爸早点告诉你，不就看不到你的真面目？还有你们两个，我会以挪用公款罪和诽谤罪起诉你。何总，现在那批钢筋被发现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啊！我不想被送去坐牢。还有我，现在知道害怕了，晚了哟。你们两个跟我认识这么长时间，不会以为我就这劣质钢材的一场就没有后手了吗？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里是我安排手下这几年偷偷收集的你偷税漏税的铁证。你胡说！我爸爸不会做这种事情。哼，实话，你还是太年轻。不管你爸爸做没做这件事，我只要派人把这铁证交到税务局举报他，你爸就吃不了兜着走。何总，还是您技高一招，我果然没有跟错人。对啊，何总，以后你手之所指就是我跟丽姐追随的方向。怎么不相信呢？那你看看。何金，你简直欺人太甚！这些项目的税务问题，明明都是经你手处理的，你怎么能赖到我的头上？你现在才知道，太晚了。不过呢，你想让我大人不计小人过，不向税务局举报你，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等我儿子出狱后，你让石化跟他一起领证。不可能，你就别做梦了。你说施总会不会答应何总的要求呢？难说，毕竟这何总的手里掌握着施总的把柄，这要么坐牢，要么补税偷工加点。我看大小姐这次只能委曲求全了。何总，既然您有施总的把柄，直接告他就好了，为什么非要让您儿子娶施化？你懂什么？施太清就一个女儿，施化。等我儿子娶了她，到时候施氏集团的一切不也都是我们何家的吗？还是何总您聪明，不仅解决了何少的婚姻大事，而且还把施氏直接纳入囊中之物了。何金，你简直痴心妄想！我当初建立施氏集团，就是为了给花花更好的生活，所以哪怕我一无所有，我这个当爸爸的也绝对不会出卖我自己的女儿。爸爸，施化，你还是别太自私了。趁现在何少还看得上你，你就别拿翘了，赶紧答应算了。对呀，要是晚了，就算你跪遍全世界，也不会有男人要你这种破产女。
周庭之，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那么没有眼光吗？我的牙！谢志虚，我可是全网最火的男主播，你竟然把我的牙打掉了！我要告到你说起饭！周庭之，我也告诉你，刚刚你跟李丽直播造谣我跟诗诗的证据，我全都录屏了。你尽管去告吧，看看到时候法院是判谁的罪。实话，你敢威胁我？你别忘了，要想你爸不破产，也该是你求到我跟何总头上，是吗？我只信奉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花花，何伯伯作为你的长辈，得多说你几句啊。作为一个女人，不要太强势，时不时的低低头还可以，否则的话，没有任何男人喜欢你啊。从小到大，我爸爸就教我要独立自强，我凭什么低头？倒是何伯伯您，如果这么有时间，还是多担心担心您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吧。真不愧是我女儿啊！老何，画画是我的女儿，只要她愿意，整个施氏集团都可以给她铺路，别人的喜欢根本不重要。好啊，这是你们两个逼我的。立刻马上把施太清的偷税漏税的证据交上去！天哪，看来施总这回的牢狱之灾真的好不了了。诗画这个女儿做的也太不孝顺了，自己的父亲都已经要坐牢了，怎么就不能松口嫁给何总的儿子呀？搞得现在事情已经变得更糟糕了。这回你们两父女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心软的。何金，你怎么就确定你派去的人举报的会是我呢？施太清，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老何，你不是喜欢拿文件威胁人吗？不如看看我手里这件。这怎么可能？文件上偷税漏税的项目，怎么现在都是我的名字？我不是命人，销毁了吗？何进，你以为你的狼子野心做得天衣无缝吗？从你为了儿子盯上我女儿那一刻起，我就有防备之心了。爸爸，没想到你在背后默默为我付出了这么多。花花，你是爸的宝贝女儿，爸不护着你，谁护着你啊？再说了，你妈临终前，爸就答应她，一定要让你这辈子如珠如玉的活着。何总，你没想到吧？你安排在税务局准备诬陷施总的人，其实就是我们施总的人。现在他应该拿着你这份文件去举报你了。这不可能！何总，不好了，税务局来电话说让您尽快配合调查，是有关于您偷税漏税的事儿。何总这一次算不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呀？我看呀，算他活该。他以为拉拢了李丽这个小主管就能对付施总了？施太清偷偷转转，终究我还是只差一招啊！何金，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是你逼得我不留情面。我说过，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女儿。不好了，施总，合作商那边听说了实施谣言的消息，强行撤资。现在集团资金链断了，急需30亿填补缺口，不然就破产了。
石太清，你纵然早就提防我，又怎么样？现在施氏集团又破产了，这都是报应。施总，大小姐，你们别担心，我有办法。你个穷酸男助理，你能有什么办法啊？就凭我就是谢氏的继承人。什么？那个唯一能跟施氏比肩的谢家？这不可能！小伙子，我理解你想逞英雄，但也不能说大。谢之许，我没关系的，你不用为了我撒谎，说你是什么那个谢氏的继承人。之许，你能有这份心，我们父女俩就很感激了。施总，大小姐，我真是谢氏继承人，你们不信的话，我立刻打电话，让财务汇30亿给施氏。喂，让财务汇30亿到施氏，谢氏全力配合施氏，度过这次破产危机。看不出来啊，装的蛮像的。施总，太好了！财务那边发来消息，集团账户上确实收到了谢氏转来的30亿，施氏有救了。实话，你用脑子好好想想，他身为谢氏太子爷，怎么可能单纯的想待在你身边当你的男助理？我看他就是想窃取商业机密。肯定的，实话，你这么愚蠢，怎么会有男人真心在乎你呢？可别被人耍了，还帮人数钱。不，我没有，大小姐。其实我待在你身边，是什么？是因为我暗恋你。花花，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见过。你没事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花花，我们走吧。那我先走了，再见。花花，我之所以隐藏身份待在你身边，哪怕做一个小小的男助理，我也心甘情愿。李丽、周廷之、何金、王经理，这4个人请跟我们走一趟。现在我们警方以故意伤害、贪污诽谤、危害公共安全等数罪对你们进行传唤，请你们4个配合调查。花花，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大不了我把你给我转账的几千万我退给你，礼物钱我也退给你，我只求你不要让我坐牢。周廷之，难道你忘了吗？我的手是你毁的，我再也没有办法画画了。花花，我求求什么？花花，大小姐小心！别动，快带走！谢之许，从今以后不要叫我大小姐了，叫我诗画吧。好的，诗画。各位，今天我正式宣布，施氏集团交给我的女儿诗画来管理。谢谢爸爸。咱们父女说什么谢谢？爸爸，要不是这次事件，爸爸都不知道我的女儿已经长大了，已经有这样的魄力了。各位施氏集团的员工们，大家好！我诗画今天在这里保证，一定不会辜负爸爸对我的嘱托和大家对我的信任。我要让施氏集团在江城乃至全国的建筑界遥遥领先。菜好了，爸爸，我们开饭吧。
的手，都是我不好，没能保护好你。爸爸，你别自责，害我的那些人都被绳之以法了。再说了，现在有志许陪我一起复健，医生都说了，我的手呢，很快就可以恢复灵敏度，继续画画了。好，那为了庆祝画画的手快好了，我们一家人一起干一杯，干杯！